家人们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特别奇怪又真实的事？在国外，不管是大型超市还是社区小店，黄油永远摆在最显眼的货架位置，几乎每个家庭的冰箱门内侧都会固定放着一盒黄油。早餐磨吐司，午餐煎牛排，晚餐烤蔬菜，就连煮浓汤、做沙拉酱都要放一块黄油提味。黄油在他们的餐桌上，就像咱们的盐和酱油一样，是每天都离不开的基础食材。可再看看咱们中国的普通家庭厨房，橱柜里摆得满满当当的，是花生油、菜籽油、大豆油，还有老一辈最爱的猪油。黄油却常常被遗忘在超市冷藏柜的最角落。很多中老年朋友一辈子都没买过黄油，甚至不清楚黄油到底是油脂还是奶制品，顶多在蛋糕店、饼干铺里吃到带黄油味的点心，尝个新鲜就够了，从来不会想着把它当成日常做饭的用油。今天我就以过来人的经验，用最实在、最易懂的话，跟大家把黄油这件事完完整整讲明白。国外人天天离不开的黄油究竟是什么做成的？为啥在国外火到不行，到了咱们中国却无人问津，根本融入不了日常饮食？这背后不是黄油好不好的问题，而是完完全全的水土不服。每一个原因都戳中咱们中国人的生活习惯，听完你就会恍然大悟，原来一切都是有道理的。首先，咱们先把最核心的问题弄清楚，黄油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很多长辈一听到黄油2个字，就以为它是和花生油、菜籽油一样的植物油脂，其实大错特错。黄油根本不是植物油，而是正儿八经的动物乳制品，是从新鲜牛奶里提炼出来的乳脂肪，算得上是牛奶中的黄金精华。这件事的由来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。在没有冷藏设备的古代，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靠着放牧牛羊为生，新鲜牛奶没办法长时间保存，放久了就会变质浪费。他们就想了个办法，把牛奶装进羊皮或者牛皮做成的袋子里，绑在马背上跟着迁徙赶路。一路颠簸摇晃，牛奶里的脂肪颗粒会慢慢聚集在一起，形成固态的块状物，这就是最原始的黄油，既能长时间存放，又能给人提供充足的能量，是游牧民族重要的食物来源。现代黄油的制作工艺也是在这个古老方法上优化升级的。第一步要把牛奶中的奶油分离出来。咱们平时在家喝纯牛奶，静置几个小时后，表面会浮起一层薄薄的奶皮，这就是奶油的雏形，只是量特别少。而工业化生产会用专业的离心分离设备，快速把牛奶中的奶油彻底分离出来，效率比传统静置高出几十倍。分离出的奶油还要经过严格的过滤杀菌，保证干净卫生。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搅打步骤，把奶油放进专用的搅拌设备里，持续摇晃搅打。这个过程会打破奶油里的脂肪球结构，让脂肪分子相互凝聚。搅打的速度和时间都有严格要求，搅打得太轻，脂肪无法完全凝结，做出来的黄油稀软不成形；搅打得太过，黄油就会变得粗糙干涩，失去细腻绵密的口感。搅打完成后，奶油会明显分成2层，上层是淡黄色的固态物质，这就是黄油的半成品；下层是清澈的乳清液体，乳清也不会浪费，可以用来制作奶酪、发酵面包，或者当成饮品饮用。最后把黄油半成品中的水分彻底脱干，根据口味需求选择加盐或者不加盐，再压制成型。包装，一块完整的黄油就制作完成了。刚做好的新鲜黄油，奶香浓郁醇厚，口感绵密柔滑，入口还有淡淡的天然奶甜味。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冷知识，制作1公斤的纯黄油，大约需要消耗20升的全脂牛奶，10斤牛奶才能做出1两黄油。用料特别奢侈，所以在几百年前的欧洲，黄油是只有贵族和富裕阶层才能享用的奢侈品。
普通平民根本买不起。直到19世纪离心机发明，奶油分离的效率大幅提升，黄油的生产成本才不断下降，慢慢走进国外的普通家庭，成为大众都能消费的食材。现在市面上的黄油种类也很丰富，有口感清爽的甜奶油、黄油，适合直接涂抹在面包上吃；有经过乳酸菌发酵的发酵黄油，风味更浓郁，带有微微的酸香，用来煎肉，烘焙香味更突出。还有添加了少量植物油的混合黄油，质地更柔软，不用冷藏也能轻松涂抹，适合懒得反复冷藏的人群。但不管是哪一种黄油，核心成分都是乳脂肪，含量都在80%以上，这也是黄油奶香浓郁的根本原因。同时，黄油中还含有维生素 A、维生素 D、钙、磷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，适量食用对身体有一定的益处，并不是大家印象中毫无营养的油腻油脂。弄明白了黄油是什么，咱们再来讲第二个关键问题：为啥黄油在国外能成为全民刚需？家家户户都离不开，这不是偶然，而是和他们的文化、环境、生活习惯深度绑定的。首先，国外很多国家以游牧、畜牧业为主，像欧洲、美国、新西兰、澳大利亚这些地方，草原面积广阔，天然适合养殖牛羊，牛奶产量极高，乳制品从出生起就融入他们的饮食，牛奶、奶酪。黄油是一日三餐的标配，黄油作为牛奶的浓缩精华，自然成为饮食核心。其次，他们的烹饪方式以低温为主，很少有咱们中式的猛火爆炒，面包直接抹黄油生吃，煎牛排、烤蔬菜的温度大多在150摄氏度左右，这个温度刚好能激发黄油的浓郁香味，又不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，吃起来香而不腻。黄油在他们手里还是万能的调味神器，不管是煮蔬菜汤、做意面酱，还是拌土豆泥、烤海鲜，只要放一小块黄油吃，就能让食物的味道变得醇厚香浓，层次更丰富。另外，国外很多地区气候寒冷，尤其是欧洲北部、俄罗斯等地，冬季漫长且气温极低，人体需要快速补充大量能量来抵御严寒。黄油脂肪含量高，热量充足，一小块就能提供足够的热量，是天然的能量补给品。再加上他们的饮食结构简单，主食以面包、面食为主，搭配黄油刚好合适。长期下来，黄油就成了国外人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食材。不管老人小孩，从小吃到大，早就习惯了黄油的味道和用法。可为什么到了咱们中国，黄油就彻底火不起来，甚至被大多数家庭拒之门外呢？不是黄油质量不好，也不是它味道差，而是它和咱们中国人的饮食、身体、生活习惯完全不匹配。核心有3个原因，每一个都说到了咱们的心坎里，尤其是家里的长辈，听完都会点头赞同。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原因，就是饮食文化和烹饪方式水火不容。咱们中国是几千年的农耕文明，饮食核心是谷物、蔬菜、禽肉，烹饪最讲究锅气，爆炒、油炸、红烧、焖煮是家常做法，做饭时开大火猛烧，油温轻轻松松就能超过200摄氏度。而黄油有一个致命的缺陷，就是烟点特别低，只有160摄氏度左右。一旦遇到中式烹饪的高温，黄油会瞬间焦糊发黑，冒出呛人的浓烟，味道变得又苦又腥，不仅会破坏食材本身的鲜味，还会产生对身体不好的物质。你想想看，用黄油炒一盘家常的青椒肉丝、鱼香茄子，出锅后满是奶椒味，没有菜的清香，也没有肉的鲜香，谁吃都会觉得难以下咽。而咱们常用的花生油、菜籽油、大豆油，烟点都在200摄氏度以上，就算用最大火爆炒，也不会轻易焦糊，还能快速激发食材的香味。完美适配中式烹饪的所有做法，
这就是黄油永远进不了中国日常厨房的核心障碍，根本没办法改变。第二个原因是口味和身体的双重不适应。黄油奶味厚重，脂肪含量极高，每100克黄油的热量接近900大卡，饱和脂肪含量也不低。咱们中国人，尤其是中老年人，大多习惯清淡饮食，平时炒菜都讲究少油少盐，吃一口黄油就会觉得腻得慌，堵在胃里不舒服。空腹吃更是容易腹胀发闷，肠胃敏感的朋友吃多了还会出现消化不良、拉肚子的情况，自然不愿意多碰。更重要的是，咱们国内很多人都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。虽然黄油在制作过程中，大部分乳糖会随着乳清被分离出去，乳糖含量已经很低，但还是有少量残留，一部分体质敏感的人吃了，依然会出现腹胀、腹泻的情况，这也让很多人对黄油望而却步。反观国外人，从小喝牛奶吃奶酪抹黄油，肠胃早就适应了乳脂肪的成分，而且他们吃黄油的量特别少，一片面包只抹薄薄一层，煎牛排只放一小块，从来不会像咱们炒菜那样倒一大勺，所以根本不会觉得油腻。这就是饮食习惯带来的巨大差异。第三个原因，性价比太低，使用和储存都太麻烦。咱们去超市随便逛一逛就能发现，一块450克左右的优质黄油，售价大约在50元，算下来1斤黄油将近60元。要是按照咱们中式炒菜的用油习惯，一顿饭放1-2勺，半个月就能吃完。1个月光买黄油就要花100多元。对于普通家庭来说，这笔开销实在不划算。而1桶5升的植物调和油，价格只要40元左右，一家3-4口人能吃整整2个月，性价比天差地别。而且植物油的用途特别广泛，爆炒、油炸、凉拌、焖煮全都能用，一瓶搞定所有烹饪需求。黄油的使用场景却特别局限，只能用来低温涂抹、煎烤、烘焙，实用性差太多。再说储存，黄油对温度特别敏感，娇气得很，必须放在冰箱冷藏或者冷冻，室温下放置1-2天就会融化变质。夏天天气热，就算从冰箱里拿出来，几分钟就会软化变形，很难操作。打开包装后还要严格密封，不然容易吸附冰箱里的异味，串味后口感变差，还容易滋生细菌。咱们日常用的植物油，只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，就能保存好几个月，开盖就能用，不用冷藏，不用刻意密封，省心又方便，完全符合咱们普通家庭的生活需求。当然也不是说黄油在国内完全没有市场，最近10几年，随着烘焙越来越流行，黄油曲奇、黄油面包、黄油蛋糕、黄油饼干等点心受到年轻人喜爱。很多喜欢做烘焙的朋友会买黄油在家制作，西餐厅、牛排馆里也常用黄油煎牛排、煮意面，吸引了不少年轻食客。但这些都只是小众的消费场景，只局限在烘焙和西餐领域，根本没办法成为咱们中式家庭的日常刚需，改变不了黄油在国内冷门的现状。绝大多数中国家庭的厨房依然不会出现黄油的身影。最后我想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几句，黄油本身没有好坏之分，它是国外游牧文化、畜牧业发达、气候环境共同孕育出来的食材，是牛奶提炼的天然美味，香味浓郁，营养也不错。只是它和咱们中国人的烹饪方式、口味偏好、身体状况、消费习惯完全不匹配，所以才会被冷落。这就像咱们中国人天天离不开的花生油、菜籽油、猪油，在国外也很少有人使用一样。饮食从来没有高低贵贱，更没有国外的就一定好，国内的就一定差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咱们不用盲目跟风国外的饮食习惯，也不用完全排斥黄油，偶尔买一点吃，给孩子做个小点心，或者在家煎一块牛排尝个鲜，
都是很不错的生活体验。只要吃得舒服，吃得健康，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。不用刻意追求所谓的洋气吃法，适合家人的口味，符合咱们的生活习惯，才是最实在的。不知道咱们屏幕前的家人们有没有吃过黄油？是觉得它奶香浓郁，口感好吃，还是觉得太过油腻，根本接受不了呢？你家厨房有没有常备黄油？平时都用它做什么食物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咱们一起交流家常饮食的小知识，让大家吃得明白，吃得放心，吃得健康。下次再见。